大家好，我是骑士奈森，今天要来拍这个 MMBCU 周年使用心得。其实我买这台车骑到现在已经1年几个月，1年2个月吧。我是去年9月份买的，骑到现在已经11月份，11月中了，所以大概应该算是1年2个月左右时间。那骑乘的里程现在已经来到7000多公里。那这台车给我的感觉很像是怎么讲呢？它有一般速克达的这种轻便、灵活，然后又有这种重机的这种稳定你在过弯的时候还有你在那个你坐高也特别高，跟骑重机很像。那除了这个之外它的这个它的传动感觉很像那个改装传动。你看我们等一下找个红绿灯，找个红绿灯。那另外有人说这台车很震，震动很大。那说实在这个你知道单缸车，然后马力越大的车，它的震动就越大；压缩比越高的车，震动越大。那可是这台车大家忘记了，它有怠速熄火呢。你看现在是不是熄火了？熄火有什么震动？熄火就没什么震动啊。另外可以加装平衡端子、海绵握把套来降低把手震动。我们来看它起步你看顺起步的话，它起步从5000转就开始结合半离合器结合上去，然后维持在5000转以上这个速度的转速，维持在5000转的这个转速，所以你感觉动力很充沛、很灵活。这原因是因为它的配转速比较高。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那个你用力吹的感觉会怎么样。离合器结合之后呢，转速直奔6-7千转，到6-7千转一直输出，所以动力就还蛮强悍的。我这边动力强悍不是跟重机比是跟一般的速克达尼比，加速很快。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它原本设计就是让你比较灵活，比较有动力感觉。那我目前骑乘大部分还是以短程采购东西接送小孩偶尔出去那个旅游一下。那试过的油耗大概是你跑这个短程的话大概油耗大概38左右，因为距离很近。那个车子刚热好，已经到目的地了，很短。那如果跑比较远一点，譬如说可以跑个100-200公里这种的一次，100-200公里这种的，油耗就还不错，大概43或43以上。最好一次是长途从台南到桃园，那次的油耗数是到了53公里每公升。有兴趣的可以点右上角传送门看之前的油耗测试影片。接下来想看这台车坐高那有人说这个车蛮高的，确实这台车的坐高应该说它胯下这个比较宽，因为它要放安全帽，然后是倒过来放的方式，所以它的上面反而是比较宽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大腿内侧被撑开。那在这种状况会感觉到坐高比较高，偏高一些。那这几个解决方式一个是你可以坐前面一点坐前面一点它就比较收窄了嘛，那就比较不会被撑开，这时候你的自脚性就比较好一点。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选择比较高的鞋子也就是矮直了那你就会感觉比较轻松一些比较轻松一些。那再来就是我们骑重机每一台车都很高都有这个问题，那个坐垫比较宽，把大腿内侧撑开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一般的处理方式就是单脚撑，这要练习一下，习惯一下单脚撑。那你屁股歪一边单脚撑，基本上车都还蛮稳的。
啊，我只遇到一种状况比较不稳是风很大很强的风吹的时候，你会晃的时候，你会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啊，这时候你单脚撑会比较不稳除了这种状况之外，大部分的状况单脚撑都可以应付得了。虽然它坐高，可它车重比较轻才130几公斤，所以不像一般我们骑重机是200多公斤这种感觉。那你就感觉到，虽然它的坐高比较高，可是你在撑的时候还是容易控制它的重心保持在中间，所以就比较没有什么那种会倒车的这种风险。那刚开始还不习惯的时候，要先练习好这一段，这个重心保持在中间平衡的状态，那车就比较容易立起来。那这台车的悬吊好了，你在骑在路上感觉会比较路感很明显，路感很明显。那路面上的一些震动啊、坑洞啊，你会觉得很直觉的回馈到你的身上。那刚刚讲到坐高问题嘛，你看旁边这台 GoGo， 它因为前面要放2颗电池大腿内侧也被撑得很开，所以坐高没有那么高，所以你还是觉得这个脚怎么都撑不到也是因为脚内侧大腿内侧被撑开了。那 GoGo 其实重量比我们这台车还重，你看里面装了2颗电池。然后又有马达电机，最好是2颗电池重量比较重。好，我们今天要开始接着讲这台车，讲这台车的改装部分。我们先从这个前面讲到后面去。来，现在看这个地方。OK， 前轮有很多改装品，这个没什么问题，很多家都在做。那我们看这个地方，碟盘也有改装品，碟盘也有改装品，卡钳也有改装品，螺丝也有，钛螺丝、断框，现在都有人在做。那刹车油管也有金属油管，那避震器现在也有很多家在做这个改装避震器。那包括什么倒插的也有啦，然后有气筒的也有，这很多家在做。OK， 那接下来是雾灯的部分那雾灯也很多家在做，有很多家在做。那我已经忘记什么厂牌，反正就增加这晚上我们在看的时候的一个范围，视线范围。那接下来看这个地方，大灯这一块。大灯这一块也是很多家出这个不同的改装品，改装大灯，有投射型的啦，鱼眼头灯啊，还有那种 LED 头灯都有。那这2个是这个日行灯嘛，日行灯也有改装品，甚至于这一块假气坝也有改装品，有人做这个灯在这里面来。那这2个地方，也有人做这个假的气坝空力套件，那个好看的。那叫做宽体上网一查也可以查到很多东西。那接下来看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小盾牌，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一个洞嘛，这边这个位置其实是装那个行车记录器前镜头很好的位置。那就有人专门开发一个套件帮他挖这个洞因为你这边本来是没办法装这个前镜头，因为会卡住，那他就专门帮你挖一个洞，那你镜头可以刚刚卡进去。也有人做这个东西。那接下来上面这边这一块，有人变成一个加高的一个风镜。那可能他需要打4个洞，开4个孔在这个前盾牌上面。已经有人在卖这个前盾牌是帮你开好孔的，什么用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那这个挡风镜呢，有是锁在这个上面的，也有是锁在这个把手上面的，都有。好，接下来我们再往后面看这边也有人做那个叫做照后镜前移的套件，也有人装在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我们往这边看，这边来镜头来这个地方，这边是很多线会往这边穿进去嘛，对不对？
那这边下雨天如果下了雨的话，水会有时候跟着进去。那所以说好，这边就有人在做这个盖板，那有人是锁在这2个洞，这边两个锁丝孔锁在这个2个地方，也有人是锁在这个龙头把手的这个上面啊，都有哦，很多家在做。再过来看是这2个是挡风把手挡风罩，这2个是把手挡风罩哦。那这个有一点护工的功能。那像如果倒车的时候，它会先磨到这个地方，就比较不会磨到这个我们的叫什么平衡端子，好，平衡端子。OK， 再看这个刹车拉杆，哦，也很多家在做。那这个是平衡端子啊，不，这是刹车拉杆。那刹车拉杆也很多家在做。那我觉得做的其实品质都还蛮不错的。那只是说像这个它的这个叫做弧形做的比较圆滑，那你在手在拉的时候比较不会有那种硬的去磕手指头的感觉。然后另外边边它不是锐利，它是做一个圆形一样，像那个原厂一样做一个圆形，那比较不会刺到人。哦，这个我是感觉不错。然后另外有这个倒车防断掉的这种功能，那长短可以伸缩。然后再就是它不知道这边这个里面杠杆有什么调整啊？你感觉它拉起手感刹车手感会比原厂来的舒服得多哦，这个地方。那另外这是平衡端子，有人说这个车很正嘛，怠速很正，那我们可以加装比较加重型的平衡端子，加重型的平衡端子，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再加一个把手套，海绵把手套，那本身海绵就有吸震作用。那我们刚刚有个地方没有讲到是线组的部分，大灯线组。那我们这边接下来讲是它的线组部分，刚刚讲到大灯嘛，那大灯部分它也有2种线组哦，一种是你开这个远光灯的时候，它就切成这个启动，你发动的时候它是大灯不会亮，好，然后你切远灯一下，哦，它就变成说启动大灯，那你远光灯按久一点，3秒钟之后再关掉，就变成关闭大灯，好，这种是属于那种电子式开关。那一种是你可以接这个熄火开关，或者是这个叫做怠速熄火开关来当它那个大灯的一个启闭作用。那我是加这个地方哦，因为这样比较直觉一点，因为有时候这个电子式有时候开跟关你搞不清楚，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大灯指示，不知道大灯到底是亮的还是关的。那我用这个的话，可以用手去判断它到底是开的还是关的。OK， 好，那这是刚刚看到那个前面有个雾灯嘛。好，前面刚有拍到雾灯，这个雾灯的这个开关。那手机架也很多家在做哦。那现在大部分比较讲究好一点是你要有避震功能的，不然手机镜头容易被震到坏掉。那接下来是开关座，开关座可以看到喇叭在上面，这个方向灯在下面。那跟我们以前所用的习惯不太一样。那不一样的结果怎么样嘞？你方向灯可以按得到，结果你紧急时按喇叭，怎么都按到那个方向灯去，按不到。那怎么办？这个把手开关座可以换旧型的，好像是6代的 DRG 的时候，它是这个方向灯在中间，然后喇叭在下面，这个可以换过来，也可以这样做。好，来，接下来我们看龙头座那龙头座有那个龙头，所谓龙头，这个叫做增高或是增高后移座这2颗可以拔起来，它有一个增高座。那也有那个它这个车把改装车把，碳纤维的。也有，那甚至连这一块都有人做造型的这个叫做龙头座的部分，还有龙头手把。那至于要不要装这个加高后移座呢？因为每个人身形不同，有人比较高，有人比较矮，那有人是上半身高，有人是下半身比较长，不一定。所以最好是找这个原厂先做看看，然后再找那个有加高后移座的这个把手车来骑看看，然后你再决定哪一个比较适合你，没有绝对。那我自己原本也有装加高后移座，结果在那个山路在骑的时候发现这个龙头在转的时候会打到我肚子所以我后来觉得不适合，我就把它裁掉。所以现在是没有加高后移的状况。那接下来是这边可以看出来它是钢琴烤漆嘛，亮亮的。那也有人去贴膜来处理这部分。挂钩的部分，挂钩部分这是原厂挂钩，那也有出这种防跳脱挂钩，这边多一杠。这个不要跟那个长台挂钩，也有卖那种改装型的这种挂钩，T 字型的都有。然后接下来看这个仪表，
仪表我们看出它底色是白色或是灰色，上面黑色是属于那个亮字哦，也就是白底黑字的这种样式。那改装品上面有那个叫做高反差的什么仪表，让你变黑底白字哦，这个外面有很多选择啊，很多家在做。那因为我自己是有时候会需要在这边露营啊、充电干嘛，所以一个 USB 充电孔，对不起，我不够用，我自己又再加装了这个，哦，这个我这样总共就3个充电孔，好，那我是直接加这个也有相关的线组，它可以接在那个大灯开关后面的那个扩充线组，或是那个叫做什么，方向灯的那个闪烁器，它也可以从里面取电，它有个叫做电源取线器或分接线它叫取电线呐。你上网查取电线就可以找到相关线组。那很多地方可以取电，包括刚刚讲那个叫做什么日行灯，也可以拿来当取电的地方。那看你从哪边取电出来用都可以。OK， 那接下来再看底下的地方，马上从上往下拍，这是它脚踏垫。我在还没装脚踏垫之前呢，我发现那个下雨天的时候，这边塑胶垫非常滑，你没办法控制把你自己身形稳住。你平路还没关系，如果是山路弯来弯去，你人也跟着晃来晃去。所以后来我就加装这个脚踏垫，防滑脚踏垫，效果是不错。可是这个你手一掀就可以拿起来，所以我另外锁4颗螺丝，也可以有防盗功能。好，那接下来看它的坐垫坐垫的部分，这原厂坐垫，可是它偏高，所以外面有在做2大类的那种产品，一个是让你这个坐垫更软、更舒适，他们称作沙发坐垫；另外一个是让它坐垫比较矮一点，然后中间收窄，让那种腿短的人，像我们这种腿短的人，他们比较好坐，叫做低坐板坐垫，都有。那甚至说，你也可以到那个外面那个坐垫行，你把皮掀开，这个泡棉修改一下也 OK， 你这都可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里面。来，我们看这边的挂钩安全帽挂钩这种是挂钩。那这种挂钩的好处是，你盖起来它锁住。那可是因为有人这个安全帽的衣带很短，所以它这样用力一盖起来，这边就把它折断掉了。所以外面有卖这种延长型的挂钩挂钩边在下面金属的这个也有在卖。这个底下是里面塑胶嘛里面塑胶，那这个也有卖套件，就是绒布套。会垫在里面，让你东西不会刮来刮去、磨来磨去，这个也有。然后这边看到有2个插槽嘛，左边右边各一个插槽嘛。那这是外面也有放，就是你安全帽，你东西会往下掉，那你就有一个那个像一个挡板一样，你可以挡这个地方，东西不会往下掉。那我是用塑胶袋的方式你东西掉的话，它也是一整包，都没差。看个人，这里面的这个电脑在这个位置，这个。坐垫打开看到底下有个电脑，公有电脑。那公有电脑也有人这个改装公有电脑，然后甚至于说最新的产品是它跟这个叫做电瓶一起改，连控制马达，我们这部启动器跟马达同一个东西吗？它控制这个公有电脑跟你的马达，同时你在吹油起步的时候变油电的模式供电，那你起步加速变更快，这个也有，外面有在做。那这个改装的话是算是金属应该算最高的，因为你还不用改传动，只要改电脑组就可以加个电瓶。那这个地方有人说它关下去很紧很难开那这是因为它的这个叫什么钩环跟钩环锁扣有时候它组装的时候精密度有时候会有一些差异性。那这时候你可以在这螺丝这边。加装2个垫片，让它垫高一点点，让它伸比较长进去，就不会那么紧都可以。然后这个后扶手，也有人改成这个后面一个叫做后货架的扶手，那你就可以装这个行李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的行车记录器后镜头。那也有人是用这颗壳它装在里面隐藏式的那个，它可以在那边挖个洞。挖个洞，镜头伸出来，就可以当它的后镜头。那现在也有卖整颗这个塑胶壳，它直接帮你预备好那个洞，你镜头放进去，你不用挖，镜头放进去就可以当后镜头的这种改装组也有。
OK， 后排框，后排框刚开始我是没有很需要，觉得后排框没什么需要。那可是自从我停外面哈，大排被人家勾到，停外面停车嘛，大排被勾到之后，大排变形之后，我每次骑到时速40、50都会有共鸣声哦。去车行，他说哦，你的大排跟你的这个后土族哦会有这个间隙摩擦，所以会有一个共鸣声哦。那后来装后排框把它压住之后，这个状况就没有。所以我觉得后排框虽然见仁见智，可是如果说你像我一样，那个大排会有共鸣声的话，你装后排框这个问题可以有些可以改善。好，接下来看这边，好，这个叫做侧柱加大座哦，侧柱加大座，那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摩擦面积，以避免说哦，我们这样直接打下来之后容易滑倒这个部分。啊，接下来这个是中柱哈，那中柱里面哈轴心有人反映说下雨天久了之后它里面生锈，连拆都没办法拆。那我们会建议说每次保养的时候就里面要上个油，保养润滑一下防锈。那有人直接把里面那个轴心换成不锈钢的啊，这两个都有。那这个传动哈，除了传动外盖之外，哦，传动外盖之外，里面传动前后组都有人做改装品，哦，前后组都很多家厂商在做改装品，哦，前后组。这个是空滤，空滤也有人做改装品的空滤外盖，哦，那这个里面是后避震，后避震也有改装品，哦，也有那个好多家在做，还有降低做高版本的那个后避震也有。来，请到这边来。好，那接下来看这个地方是散热风扇的散热器，哦，那这算是一个导流的一个罩子，导流罩现在也有卖很多的改装品，哦，那连这个散热器哦都有改装品。那排气管不用讲嘛，很多家在做，包括现在是因应这个环保法规噪音的关系，那做成静音型的也有这种排气管。那接下来有个比较特殊的是，你看底下我们不要可以拍到，在底下这个地方有引擎吊架，哦，引擎吊架，那原厂的引擎吊架它是金属材质，那据说有做那个有厂商做那个 CNC 的这种引擎吊架，那它强度更高，那目的是说我们这个过弯其实如果是40、50过弯哈，60以下的过弯其实还蛮稳的。那可能你到时速60以上、70以上过弯，这种高速弯，它就会后轮有一些扭动的作用，因为它里面有个橡皮是拿来吸震的，那是在你高速过弯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扭动。那它目的是说你用那改装的这个叫做什么引擎吊架，它可以强度更高，哦，避免扭动。然后在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衬套，衬套是橡皮的，就刚刚讲吸震作用。那你这衬套是拿来吸震，但相对你过弯就会有一点扭动，那就有人开发出那个叫做轴承衬套，让你这个橡皮扭动的量变得没有扭动量，纯粹是一个像轴承一样在转动而已。那这样好处是说你转动只是限定这个方向转动，它不能让你左右摆。那你的在转弯的时候，它的稳定性比较高，那可是缺点就是比较正啊，因为它就没有吸震功能啊，所以它引擎的震动就直接传上来。哦，看个人需求。那今天用一些改装品的一些照片啊，我们是直接从网络上截取下来的，可能有些厂商有放照片有放进来，有些厂商没有放进来。哦，那这个是随机的，不要说因为没有置入你们的照片哈，你们不高兴，没关系，你们可以私下跟我讲，我们可以有另外合作哦，业务合作没关系。好，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啊，各位哦，希望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我们一起做讨论。好，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咯，拜拜。